给大家补充一个序言啊，在讲接下来的内容之前，请大家记住我这几句话啊。这很有可能是我的这个遗言了啊。因为最近的这几个亚裔被枪杀的事儿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也看到了一些海外特务的维稳行为。包括这2天那个爱国的郑国成被引爆的事儿也对我的刺激很大，因为我看到了这么多的这些掩盖的真相和他们演的这些假戏啊。我决定以我钱文轩的一些专业资料，把一些真相爆出来给你们。当然了，我做完这个节目以后很可能我就会被定点打击掉，因为他们海外的这些人太厉害了啊！他们在国外也是有庞大的情报网的，能人肉到某些人的，你们知道吗？这个逻辑这个原理我会再等会儿告诉你们的。而且呢，你别看我叫面具人，我戴面具，面具人我也不能确定我这个反侦查是否能躲过他们这些海外特务的法眼所以呢，我如果把接下来的内容讲出来的话，我会得罪他们这些真正的深层的深埋的这些特务的。我讲出来今天这期节目我很可能躲不过他们的法眼了，就真的要弄我了所以呢，这很可能是我最后一期节目了。也希望你们看完我这个节目的前半部分爆料，你绝对会有所感触的那你们有所感触了以后，我也希望你们能尽量的把这个爆料扩散出去不要让这些真正的善心人士、反共人士、好人再被骗了，被骗成了那些害人的人我也希望你们看完了以后不要辜负我，好吧？因为我也不确定我接下来爆料了这些东西以后我会发生什么事儿反正我尽力了，我揭露出来，剩下的就靠你们了我估计我讲完这个节目，我能不能挺过去还是个问题毕竟嘛，我今天是爆料我今天是和本土的这些有情报能力的真正的特务在对抗，我是揭露他们真正的这些专业特务行为的那今天我要把爆料的东西我也会放在前半部分那后半部分呢也会给大家讲点新闻想说的话比较多，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说了不知道，不要那么的伤感嘛，这不符合面具人我的风格，对吧？我接下来的这个节目还是会保持我以往的风格的，请大家支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面具人。今天是2021年的3月20号为了避免大家说我有念稿的嫌疑你们看我这个面具已经是把眼睛挡住了，然后呢我再加上这个玩意儿戴上了，现在你们不能再说我念稿了，对吧？这前几天闹得如火如荼的郑国成造反的事儿，怎么才过了2天就没热度了？本来面具人是不想对国成兄弟落井下石的，大家都知道面具人我这个人往往是喜欢正面对撞的，别人落难了我也不会落井下石的。你看猫神被围攻的时候，我反而还拉他一把。这样吧，面具人我说了，不对郑国成同志落井下石了
那么我今天呢，就客观的以我对国内的这些国保维稳的套路的了解，来分析一下郑国成被爆出酒后失言反共，他这几天究竟遭遇了什么，并且呢，面具人我也想通过这个事儿来讲讲海外维稳的一些派系分支然后呢，咱们在节目的后半段再来讲讲国内现在这个维稳的最新动向。面具人早先就说过，拼多多的供销社要全国推开，是吧？你看，这已经悄无声息的在全国落地了。电子身份证呢也要上线了，那这些事儿可都是重磅炸弹呀，会影响在座的各位的日常生活的，会影响的非常严重的，会非常深刻的影响在座的墙内的每个人的生活的。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新来的观众朋友们就请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如果你们听完今天的节目觉得这个节目有帮助，那就不要忘记点击转发，帮助到更多的人。好，先来说说郑国成郑国成作为知名的爱国博主，可以说是在油管上面爱国阵营的领军人物了，他的粉丝也有10来万了吧。以往给人们的印象都是铁杆爱国者，共产党说啥都是好的，外国啥都不是好的。那他的节目基本上都是这个基调。可是呀，郑国成也因为自己家里面被强拆，侄子考公务员因为没关系，所以无法考成功，而且呢，上诉上访也都失败了。那这些怨气呢，在郑国成的心里面积压了很久。然后呢，郑国成就喝了点酒直播嘛，随后呢，酒后失言骂了共产党。那这些视频呢，网上多得很，我就不搬了。反正他骂的用词也比较激烈，骂的也比较凶狠。其实郑国成他这样能释放一下心里面的怨气也是好事儿。正常人心里面总是憋着一些怨气，一些话不发泄出来的话，那时间长了会对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的甚至呢，郑国成他都已经承认了，他自己打脸呀，他天天说共产党好话，他都不好意思再说出口了。那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情况。面具人，我想通过这种事儿给大家描述一下海外反共势力的图谱。为什么呢？郑国成他骂共产党是被海外反共的人热炒起来了。首先呢，面具人，我想要问一下在座的各位如果你是皇帝，相比于你能看到的危机，那种未知的隐藏于阴霾之下的怒火和你能看到的危机，哪种会更令你不安？郑国成骂共产党，我认为呢，对墙内的民众是非常好的事儿。为什么？这里面面具人我就要说一下共产党的辩证统治哲学了。郑国成他有着大量的深红的爱国粉丝，那国成同志在他们这些深红粉丝的心中还是有很高的公信力的。说实话，郑国成骂共产党，如果说没有境外势力掺和，那他的很多战狼深红粉丝是能听进去的。可是呢，这个事儿呀，就被那些轮系的还有那些海外的反共的人士直接给维稳灭爆了。主要呢就是轮系媒体在热炒这个事儿。你们来看这些图嘛，你说这没有反共势力的掺和还好说，郑国成说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公信力的。可是呢，这轮子掺和进去了以后，那郑国成的人设和公信力就会完全毁灭了。这些粉红反而会认为郑国成叛变了，变成恨国党了，和轮子勾兑了，甚至呢会认为郑国成很虚伪。郑国成其实一直都是卧底，他一直都在带风向欺骗我们。那这样的话，郑国成在他的粉丝群体中，他说啥也都是不可信的了。那么郑国成之前的真情流露说的真话确实是真实情况，也会在这些深红粉丝的眼里面变成了和境外反华势力的勾兑，故意抹黑祖国的谎言，也就没有任何影响力了。这就是党的反向操作。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辩证阴阳调和诡辩真的是博大精深，
黑的能玩成白的，白的能玩成黑的。这个阴阳调和的最基本的逻辑就是，你们看啊，对共产党不够忠心的啊，或者说对共产党不能构成什么威胁的人，他反而会说你是反共的，然后呢，就让反共人士跟着他们走，跟着这些对共产党构不成什么威胁的人去反共。那么反共人士就会牢牢地团结在一个对共产党没有威胁的人的身边，自然呢也就不会对共产党构成什么威胁了，对吧？可是呢，那些真正对共产党有威胁的，他会说他是我们共产党的，他会说你是和共产党勾兑的你和共产党都是一伙儿的，然后呢就会造成反共的人去反共的人，这样呢就形成了狗咬狗内斗的局面，让反共的人是内斗内耗，让反共的人是反对真的反共的人，这样呢共产党就可以稳坐钓鱼台。郑国成的直接受众是爱国者、小粉红，共产党把自己当神，那神的力量是来自于信徒的信仰。如果说信徒都不信神了，神也就没有神力了。而郑国成的粉丝就是共产党的信徒，郑国成就相当于大主教吧，他是可以影响很多信徒的。然后呢，郑国成他说了一些真话影响到了信徒以后，很快呢就被维稳了。你们看他最新的一期节目自我澄清嘛，那个节目的背后的背景是绿布经常看郑国成的节目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家里面是没有绿布的他的家里面的那个背景是那种印刷的假书架的画面。那这种绿布呢，一般是专业摄影棚里面或者是派出所的户籍摄影棚里面都配备的。那也就是说，郑国成在骂了共产党以后，很快就被维稳了，被叫去喝茶了，并且呢，党也给了郑国成非常严重的处罚。郑国成现在墙内的视频都被封杀了，频道也都被封杀了， B 站、微博、百度视频、头条凤凰视频都没有了。目前呢，就剩下了一个油管了。而且呢，油管估计也不让他讲政治了。你们看郑国成从骂完共产党的那期节目以后，做了一个绿布澄清，然后呢，最新的这期节目呢是讲历史而且呢，你们想经过了这一次的反向宣传，郑国成会流失非常大一部分的深红粉丝的，深红就会觉得郑国成赚美金太虚伪了，赚了美金说的爱国的话都是假话。事实上呢，有很多的双标的深红博主都已经这么说过郑国成了。那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些派系斗争郑国成和轮子肯定不是一个派系的，虽然呢，他们都间接的在帮助共产党。那郑国成是明面上说共产党好，可是那些轮系呀、自由亚洲这派的人，更多是破坏民主环境，迫害海外华人的生存环境。咱们就拿自由亚洲的这个李大妈来说事儿吧，李娟，你们看图，这个李大妈李娟是头号川粉呀，天天说美国没了川普，美国就要完蛋了，美国已经是邪恶政府了，美国是阴谋政府了，美国是蜥蜴人政府了，美国人迫害老弱病残。他以反共领袖自居，可是呢，他在做的事情都是在削弱美国的民主力量，抹黑美国，抹黑华人。他几乎不报道国内的人的那些可怜现状了他所有的精力都是在制造美国的民间矛盾，让华人不相信美国。很多反共华人呢，跟了他以后被他洗脑以后，也不怎么反共了，也不怎么报道国内的可怜人了都是在天天的骂美国呢。那这个反共领袖他真的是在反共吗？他反共，他没有反共的行动呀，反而呢，反美的行动历历在目呀。这个反共领袖呀，他目前举办了一个反共大会，我们来看看他这个反共大会是怎么说的悉尼反思美国大选及其他研讨交流会，
因为不断有新的重量级人物加入，我们重新发了广告。悉尼奶爸从不面对公众，此次呢也加入了。我们将联合与各路朋友对话交流。观众朋友们，不知道你们能从这个图片上看到什么奇怪的东西不？这个奇怪的就是他的这个反共大会是在微信公众号上面报名的。我们来看啊，他这个微信公众号是怎么说的？李娟，娟言娟语的主播，时问贺卫方一文的作者，推特中文圈带风向推手，以敢言著称。这个李娟确实敢言啊。说美国吃人，说美国迫害老弱病残，说美国是阴谋政府，确实敢说啊！而且呢，他也确实是一个带风向的高手。可是呢，观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普通的老年妇女，一般都是不懂电脑的，没有团队，她怎么在互联网带风向？可不是吗？对不对？但是呢，这个李娟呀，她手底下有网军机器人，少说呢也有几百个，你们仔细观察他的什么点赞、留言、转发就能知道了。还有苏时莹，资深记者、主编和发行人，9本畅销书的作者，被称为台湾名嘴，媒体一姐，敏锐犀利，视角独特。至于第3位媒体人，为你们有一份惊喜，我们暂时保密。看，台湾人也加进来了啊！你们想想中共的这个渗透有多厉害。那他的这个第3位媒体人其实就是悉尼奶爸一直喜欢造谣面具人我的那个悉尼奶爸。这个悉尼奶爸还有油管频道呢，那个李娟也有油管频道。而且呢，你们记住了这个报名是实名制的咱们再来想一个问题看郑国成他真情流露了以后，骂了2句共产党1天之内就被喝茶，被全网封杀。可是呢，这个李娟这么一个反共领袖，在微信上面召开反共大会，居然都没有事儿，也不会被封号。你们看看这些挺川反共的文章，在微信公众号上每天都发，这是为什么呢？观众朋友们，我来告诉你白名单听说过没有而且呢，这个李娟搞的反共大会不仅仅是网上搞，她在这个澳大利亚本土线下也搞，专门吸引这些海外华人。但是呢，你们要记住了，面具人，我以我在海外的这些政治经验告诉你们海外华人的这些社团轻易不要参加，尤其是有政治背景的社团，你一参加进去，你很可能永世不得翻身了。为什么？咱们按照逻辑来想一下这些人的背景都是非常复杂的，他们有认识的议员，有认识的媒体。你参加这些社团了以后，你是要贡献出你自己的真实信息的。那他们掌握了你的真实信息以后，就会要求你做一些义工呀，干一些事情呀，或者是捐款呀什么的。如果你不听话 ，OK 呀，我有喉舌，我有媒体我搞上个几十万几百万的播放量，我说你是哪儿的间谍，我说你是哪儿的特工，然后呢，我再找几个关系好的议员把你给告了，把你给举报了，然后呢，你的财产冻结，你的绿卡吊销，还没拿到身份的人那直接遣返嘛，对不对？你敢不听他的话吗？我告诉你，海外华人社团黑得很呐。好了我们再来想一个问题这个李娟她的微信公众号，她在国内的什么微博呀、百度呀，为什么都不被封号？白名单是一个因素，咱们再从这个政治利益的角度上去来思考仔细观察李娟的行为，不难看出她对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威胁的。李娟她带着自己的徒子徒孙，天天是在攻击美国呀，说美国阴谋政府，美国要死了，美国完蛋了。那我要是习近平，我还给他李娟发工资，让他这么干呢，对不对？为了防止他耍赖我们来看，这个就是李娟我录了视频，
不要他到时候耍赖说图片都是 P 的，这是他自己发的推文啊。我们点进去看，看到没？微信公众号啊，微信公众号没有任何问题啊。他自己的油管，包括他自己的这些朋友，还有他往期的挺川反共的视频啊、文章都在这上面有。我看他怎么抵赖。这是李娟啊，李娟这几天在热捧悉尼奶爸。咱们再来看悉尼奶爸啊，这个悉尼奶爸是老黑和来胖的上司。咱们仔细回想一个不对劲儿的事儿啊，在澳洲奶茶店打人事件当中啊，悉尼奶爸在24小时之内就能人肉到奶茶店的老板。你们想想，一个普通的海外华人，他能有这么强的情报能力吗？澳洲可不像中共啊，干啥都要实名制啊。澳洲这个地方是非常注重隐私的，你想要查到一个不相干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呢，这么做也是违反澳洲当地法律的。那为什么这个悉尼奶爸他就能在24个小时之内就能联系到这个人，并且呢做好节目呢？而且呢，你们观察这个悉尼奶爸的行为啊，他只替打人的人发声，被打的女孩呢被维稳，被喝茶，他的号也被封了，从此呢再也没有在网站上面发过任何一个有关他被打的消息。那这个作风是不是很像局长把辅警睡了以后被睡的判刑，睡人的人反而接受采访，成为了受害者，站在电视机里面发声？那这个作风是不是很共产党？悉尼奶爸是老黑和来胖的上司，那原来我已经说过了，那老黑是个什么货色，大家也都有目共睹了吧？这老黑每天的任务就是诅咒美国死全家嘛，对不对？奶爸他又和东哥是一伙的，东哥又坐在天安门前天天骂习近平，居然没事儿。那你说，哎，这些人这么长一串的关系，绕来绕去啊，到底是帮共产党呢，还是反共产党呢？你说他反共产党，为啥他们都没事儿呢？对不对？为啥他们还能有如此庞大的情报系统，还能统领海内海外的华人呢？你告诉我嘛，对不对？这些逻辑你能说通吗？如果说他们反共，他们为什么几乎不反共了啊？天天反美呢？啊！而且呢，你说他们反共，为什么奶爸的手下又把郑国成的事件给发酵了？通过什么自由亚洲呀、希望之声呀？其实面具人，我刚开始啊，我还怀疑郑国成和奶爸是一伙的，他们唱双簧呢，演戏给观众看呢，因为共产党确实爱这么搞。直到我看到了郑国成把奶爸手下这个发视频的人给举报了啊，那我才知道他们不是一伙的啊。那个有个啥来着，叫个奶爸手下有一个人叫个啥某人，是他蹭郑国成的流量，把这个事儿啊刷流量也好，找人转发也好，搞到了7、8万、10几万，也能赚不少钱的一个视频被郑国成举报了。从这个视频和现象当中，我才能断定郑国成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啊。其实有时候啊，这个演戏啊，不知道大家看过 WWE 没有啊？不懂 WWE 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兰迪奥尔顿是反派，约翰塞纳是正派啊，大家是死对头。可是呢，这是台前呀，台后人家俩还是同事、好朋友、好兄弟，对不对啊？那郑国成，你别看他是挺共的，你别看有些人是反共的，这些人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你也说不清楚，对不对？面具人，我是过来人，有些事情我给你们爆料只能到一定程度，剩下的要靠你们脑补。我再说一些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你们也不信嘛，咱们一步一步的来，对吧？面具人，我当时刚走红的时候，奶爸也勾兑过我，派这个老黑呀、公子沈呀跟我来交涉，对吧？后来勾兑不成，就开始动用人力抹黑我啊。那这个奶爸他是个什么货色啊？名字叫做卢雄飞，国内有微博，并且呢，在国外有庞大的情报网络，还能勾兑当地的议员，而且呢，还有人肉能力，手里呢还有 Clubhouse 的邀请码，
这个 Clubhouse 台湾媒体已经多起报道过啊，就是钓鱼的玩意儿啊。现在很多这个中共的人里面都在 Clubhouse 钓鱼啊，因为 Clubhouse 是需要邀请码的，有了邀请码才能用的。你填了这个邀请码以后，那就证明，你只要敢反共，在 Clubhouse 里面，那你被钓鱼的概率、成功率是100%的啊。那你看，奶爸还帮助奶茶店老板维稳，也把那个被打的女娃给维稳了，并且呢，他维稳的这些视频、洗白的视频还能登上国内的网易头条、抖音、凤凰网，这是反共斗士能有的待遇吗？而且呢，这个奶爸卢雄飞他是自由亚洲的领导，那自由亚洲表面上是反共的，但是呢，他们都是在攻击美国，说美国崩溃了、沦陷了，阴谋政府啊，有蜥蜴人，有撒旦控制啊，神魔大战，是不是？自由亚洲其实和王岐山是有着比较深层的关系的。那这个奶爸还维稳说，他说什么啊？就是前天枪杀了6个亚裔，这不算种族歧视，都是造谣。那面具人，我就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啊，你想满共8个人被击杀了，有6个人都是亚裔，你告诉我这还不算种族迫害？是不是要把卢雄飞他亲妈给崩了才能算种族歧视、种族迫害啊？除了奶爸他亲妈没有被崩，那别人都不是人，崩了也白崩，是不是？就算这里面有好几个人不是中国人，那人家老外能分清韩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台湾人不？就像你们在座的各位，光看外表，你能分清英国人、美国人、澳洲人不？再说了，韩国人、台湾人的命也是命呀，对不对？奶爸带这种风向，说什么种族歧视不存在的，都是造谣的啊，那意思就是华人在海外的这个权利很高了，华人在海外没有被种族歧视了啊，华人就不应该争取权利了。那你说华人不应该争取权利，是不是就跟国内的那些共产党好，共产党压榨我对着呢，是一个道理。看我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脉络，你们把这些情况整理起来，你觉得面具人我说的这个逻辑，你们仔细想想，他们这些反共领袖真的是反共的吗？还是说帮共产党巩固统治的啊？这悉尼奶爸带这种风向啊，让他的信徒继续造谣说美国完了，美国是阴谋政府，没有种族歧视啊。然后呢，死的只是韩国人，死的只是这个日本人，没事的，只要不死中国人都无所谓。这种言论只会让华人背离普世价值，被更加的孤立，懂了没？而且海外华人他不重视种族问题，不重视平等问题，被迫害、被殴打的事儿还会发生。你们去查查当地的小报，华人基本上每天都有被打的，甚至打死、打伤、打残的，多得很。华人被骗、被坑、被拐卖，这种事儿也多得很。你们见这些海外华人、海外的反共斗士报道过没有啊？国内的可怜人他也不报道，海外的可怜人也不报道，合着咱们这些华人死了病了被拐卖都是活该，对不对啊？如果说你海外华人又没有同情心，又愚昧，又不重视自己的权利，还要被这些坏人骗，那海外华人会更加的可怜，更加的孤立。那么海外华人被孤立变可怜了以后，是不是只能牢牢的团结在我们伟大的反共领袖或者是华人领袖周围？那是不是就等于牢牢的团结在我们的共产党周围？那请问卢雄飞先生这是帮了谁？那么问题就来了，奶爸他实际上是帮共产党的，现在能搞明白了吧？看奶爸实际上是帮共产党的，那郑国成也是在帮共产党的，对不对？可为何奶爸的手下，包括奶爸手下的媒体，要集体的把郑国成送去喝茶呢？要集体的干郑国成呢？那这就牵扯到了一些派系斗争的问题了。郑国成肯定不是习派的，为何？大家看好了啊，
郑国成直播的时候经常会放维尼熊，但是呢，他并没有事儿，他也没有被喝茶。而且呢，郑国成是挺江泽民的，挺拜登的。江派和纽约时报民主党的关系很好，习近平派系是亲川普的，而且呢，习近平派系也是反江的，反民主党的，懂了没？所以呢，江派和习派本身从各个方面都是敌对的，而且呢，习近平派系的普世价值是没有的。江泽民呢，还是有一定的现代政客的风范的，对西方文明也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和承认的。习近平是完全不认可西方制度的，这也是江派和习派的区别啊。面具人给大家一个口诀啊，你们记住了：维护共产党，但是呢，不从本质攻击美国的大概率是江派；维护共产党，偶尔攻击美国的大概率是团派；维护共产党，强烈攻击美国的，制造华人仇恨的，基本上可以断定他是红色贵族习派了，懂了没？那习派的势力是最大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你们看啊，什么说血统论的啊，支那血统的图支派，还有说什么啊，这个阴谋政府了，美国完蛋了，这些都是习派的手下搞的这些阴谋论，知道吗？包括啊，降低海外华人的同情心，让海外华人更加孤立，这都是习派的套路，懂了没？那可能有人会说了，郑国成他也攻击美国，那面具人我就告诉你啊，郑国成他只是抓点美国的皮毛，不算攻击美国，而且呢，郑国成的市场是在墙内的粉红，懂了没？他对美国造成不了什么损伤的，真正能对美国造成伤害的，就是美国的华人和海外华人，他们被洗脑了以后，他们可以直接在本土作乱。所以呢，郑国成根本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啊！而且呢，郑国成他承认美国大选，他也支持拜登，这就是分清是否从本质上攻击美国的一个临界点。他到底是在美国攻击美国，还是在中国攻击美国？这是两个本质的区别。就相当于你把你锁在你家的毛屎坑里面，你骂习近平你也没事儿，懂了没？但是你在习近平的家里面骂，或者你到大街上骂，你就是等于对习近平造成伤害了，那习近平的国宝就要来抓你了，懂了没？啊，哎，让面具人我说的话啊，我给你们排一个顺序啊，就说共产党这些派系的人性程度啊。按照人性排名的话，江派是有人性的，团派是没人性的，红色贵族那就不能用人性来衡量了。在红色贵族的眼里，除了红色血统以外的人啊，不，红色贵族以外的都是一群牲口畜生，那跟牲口谈什么人性嘛，通通送进屠宰场。所以观众朋友们，你们看啊，什么李娟呀、悉尼奶爸呀，他们这些人啊，把普通人啊死了活了不当回事儿的，甚至呢还会故意掩盖这些罪恶的恐怖的行为，然后呢把底层的这些韭菜当傻子骗啊，甚至会利用他们去送死。这些人呢，他往往都是对习近平忠心耿耿的，因为意识形态呀、价值观呀、利益观呀都是一样的。观众朋友们，面具人奉劝你们以后长点脑子，不要做牲口，牲口是没有智商的。其实国内舔共，像郑国成这样舔共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人在国内，他不舔没办法。如果说他郑国成敢反共，那你们也看到了，哎，他立刻就被喝茶封杀，财路被断了一大半，对不对？所以说国内舔共是很正常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每个人都要维持自己的生活。可是海外反共就不符合逻辑了。首先，共产党不碍着他们海外华人的事儿，也管不着他们。其次呢，骂共产党能赚钱，共产党倒了，海外反共就集体失业下岗了。其次呢，海外华人反移民，共产党也反对自己的韭菜劳动力流失到国外，所以他们从这个点来看，利益也是相同的啊。所以呢，这怎么看海外华人真反共都是不符合他们自身利益逻辑的。
所以面具人，我也不以什么我是反共领袖，我是反共斗士自居，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新闻博主，我是以提高智商为首要目的。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独立的个体，你挺共，你反共是你个人的自由，懂了没？你想在哪个国家待，也是你个人的自由。但是呢，你害人，你叫人去送死当炮灰，掩盖罪恶，那必须是要打击的啊！你自己爱干什么干什么，哪怕你把你锁在你家厕所里面，你把你的蛋割了，那也是你自己的自由，懂了没？但是你不能号召别人去割别人的蛋。好了，来讲新闻啊。昨天网上开始宣传杨振宁死了，终年98岁，对吧？目前来看呢，中国这边辟谣了。针对网络上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近日逝世的传闻，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3月20日上午向澎湃新闻确认，这是假消息。杨振宁先生当前身体健康。公开信息显示，杨振宁是我国著名的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杨振宁于1922年9月出生于安徽合肥，1938年至1944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学位。1948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等于说共产党他把杨振宁死的这个事情给辟谣了。那么面具人，我觉得吧，辟谣不辟谣，死没死，我们保留2个答案，时间会验证一切的。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能急着下定论啊，把这2个答案都保留，对不对？这才是明智的选择。好了，来说咱们今天的重磅环节啊，接下来要说的这2件事儿，可是会影响你们日常生活的哟。以下环节是精华内容，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小铃铛啊！习近平党中央放话了。3月2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表示，可控匿名是数字人民币的重要特性，一方面体现了保障公众交易和个人信息保护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了防控和打击洗钱、恐怖融资、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金融安全的客观需要。穆长春进一步介绍，数字人民币可以在技术上实现小额匿名，开立不同的数字钱包、匿名钱包，仅需要用手机号就可以开立。但是这种匿名钱包是有限额的，只能满足日常的小额消费需求。运行大额交易就需要进行钱包的升级，这样的设计就是为了一方面满足公众的合理生活需求，另外一方面呢，也防范大额的交易的犯罪风险。也就是说，你的资金流量大了，必须是要实名的。然后呢，这个穆长春还说，央行是不是可以通过电信运营商来获取用户的身份信息？穆长春强调呢，根据现行的法律和法规，电信运营商不得将手机客户信息披露给央行和银行，也不能将用户的信息披露给合作运营商。好，数字人民币看来呢又要接近一步发行了哦。这个穆长春说的这些话啊，什么匿名呀，不能透露信息呀，究竟可不可信呢？他说央行不可以通过电信运营商调取客户信息。那面具人我就想说了，那些在网上骂了共产党的人是怎么被查到的？而且习近平都说了，党管一切，党掌握最高领导力。现在微信朋友圈能发什么，不能发什么，能卖什么，不能卖什么，都有严格的规定啊。你说党他能不监控到每个人的数字钱包吗？对不对？党管一切，党能没有权利调取任何一个屁民的信息吗？党要谁的信息，谁敢不给？再说了，这个资金流量的大小和党监管不监管有关系吗？手机不都是实名制的吗？网络信息大数据不都是党管的吗？所以说党现在说这个新闻，它就是给大家打安慰剂呢。那这就证明了数字货币快要来了。面具人这里也得到了一个图片，你们看啊，
通知因数字财政系统对接工作系统运行初期需要进行调试和磨合，为了尽量保障工资发放的及时性，4月份工资已提前发放到某个银行的工资账户当中，请各位内勤通知到每位同事。看完了吧？提前发工资呀，党有这么好吗？这个月提前发工资，这是不是意味着下个月、下下个月就有可能发数字人民币的工资了呢？哎呀，我的妈呀！你们在座的各位，不管是上班的还是做生意的，记住了，数字人民币发了工资以后，你们的钱就会被迅速的稀释掉，然后被清洗成为一堆堆的数字了。那么你们觉得这对你们的生活影响大不大？如果还觉得这影响不大，来再听听这个新闻。来自安徽的网民意义，手机尾号为1460的用户说，在身份证方面，希望能加快对于网证的推广使用，能够使网证使用更便捷，应用范围更广，比如用网证办理银行卡、手机卡等。同时呢，希望简化临时身份证的办理程序。出门忘带身份证，有些地方需要办理临时身份证的时候，需要先挂失身份证才能办理临时身份证。对此呢，公安部回复：一是关于居民身份证网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的规定，听懂了啊？你们都是居民，不是公民哟。居民身份证是证明公民身份的法定身份证件，居民身份证它能证明公民身份证的法定身份，那这个法就是有矛盾的。无所谓了，反正法律是共产党写的嘛，也不是人民立法嘛，对不对？公民有权利使用居民身份证证明身份，有关机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得拒绝。目前呢，居民身份证作为法定身份证件，已被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普遍认可，在社会的各领域广泛应用。关于您提到的居民身份证网证，实际上呢，就是居民身份证的电子证件照。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感谢您对居民身份证工作的关注。看，共产党他一直给你强调居民。好呀，既然网民都诚心诚意的要求了要搞电子身份证，那么我们就勉为其难的答应吧。跟着党走。看，以前呢，走到哪儿要扫身份证的时候，可能很多人会以身份证丢失了为借口不扫，或者是忘了拿身份证，干脆就不办了，对吧？那你看，我党都为你们解决问题了，对吧？以后有电子身份证了，和那些健康码呀、数字货币钱包融合了以后，坐公交车呀、买东西呀、健身房呀、上班呀、上厕所呀，去任何地方都要扫身份证。你没带身份证，有电子身份证呀，扫手机也行吗？什么？手机也没带？还有数字货币硬钱包、数字手环、数字项链，对不对？这些东西你们总带了吧？以后的中国社会就是没有隐私的社会，大家走到哪儿都要扫一扫，有点像那个美剧《黑镜》里面的场景啊。那你们觉得这对你们的生活影响大不大？还觉得没影响是吧？好呀，再来听听这个新闻。3月17日，拼多多发布了2020年第4季度和全年业绩。在当天晚上举行的投资者电话会议中，拼多多的多多买菜业务成为了关注焦点。拼多多的高管介绍，多多买菜目前呢已经进入了中国超过300个城市，并对该增速和节奏感到满意。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将通过补齐物流短板的手段，挖掘农村消费潜力。目前呢，我国供销社系统拥有遍布城县和乡镇的商品配送中心9663个，各类连锁配送网点共有84.6万个。看好了啊，这是不是面具人我常说的
共产党干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总是表面上说：“哎呀，没有，不急啊，不会的，没有那么快。”实际上呢，你看，共产党他这在线下悄悄的都搞了80多个供销社网点了，之前怎么没有说过有这么多呢？啊，这就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呀。玩的就是心理按摩，表面上给你按摩，让你们放松警惕，实际上呢，等你发现了，那已经大势已去了，对不对啊？这个领导说，这些供销社的配送网点是我国农村商品流通的骨干力量。为解决农村物流点多线长、成本高的困境，我国还将继续完善流通网络，补齐物流短板。此外呢，供销系统还将打造大宗消费品薄利多销、便捷回收、高效处理的全产业链条，促进农村消费增长。全链条听懂了没？党来搞全链条，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所有的生意都要党来做，你们呢？干啥？当工人种地或者卖苦力就行了，赚钱的事儿轮不到你们啊！而且呢，对于多多买菜的发展啊，拼多多高管称，正在努力的建立物流基础设施平台，以聚焦农业、降本增效、迅速履约，实现订单的24小时内送达。此外呢，多多买菜还将致力于通过技术实现更好的品质控制、供应链和需求预测，以减少浪费、增加效率。多多买菜将在供应、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多多平台与拼多多产生协同，尤其是供应角度，将不仅提供农产品，拼多多也不再仅作为中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而是希望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零售平台。听懂了没？所有的全链条也不单单是农产品，移动零售从运输呀到存储呀，到这个贩卖呀，到这个批发零售，全部都是党管。以后的这些什么私人的承包商呀、零售商呀，洗洗睡吧。好了，面具人之前报道过，拼多多的老板黄峥也下台了，对吧？现在拼多多实际上呢就是党管的，那么问题就来了，拼多多供销社插入到每个小区了以后，那些零售的小商小贩会是什么下场呢？咱们都知道，供销社是只有党员才能干的，这样的话，那些小商小贩、零售商店的人该干什么呢？留言告诉我啊。然后呢，很有可能过了今天的这个节目真的是要给大家说再见了啊。我做油管也有1年多了吧，我这个人的风格是比较无厘头吧。那也感谢老订阅朋友一路走来的支持。那我今天既然决定了走出这一步，那我也没什么好说后悔的吧。也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了我这一步你们懂的，就这样。